李元亮大使来电。朝鲜的形势危急，金日成首相请求我军直接入朝援助作战。叶子龙到。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刻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命边防军结束准备工作，按原定计划随时待命出动。如果美帝不过38线，我们不管；过了38线，我们就一定得管。面对仁川登陆后步步紧逼的重兵集团以及超级大国那肆无忌惮的核弹恐吓，一道战备鸭绿江的紧急军令从最高统帅部直接下达。一个刚刚结束100年动荡，连重工业都无从谈起的农业国家，凭什么敢于亮出底牌，与制衡全球的超级霸权进行一场体量极度悬殊的生死对撞？这究竟是退无可退的殊死一搏，还是高层基于地缘政治的深远谋划？今天我们将深度拆解这场改写新中国命运的生死抉择。时间回到1950年的9月15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力排众议，亲自指挥美帝10军实施了震惊世界的仁川登陆。短短2天，朝鲜战局发生了灾难性的逆转，人民军腹背受敌、唇亡齿寒的危机感立刻传到了北京。人民军的回防还是晚了一步。我和荣臻同志商量了，我们东北边防军要随时准备面对最恶劣的局面。麦克阿瑟用教科书般的仁川登陆，精准切断了北朝鲜人民军脆弱的后勤大动脉。这不仅是一次战术上的背刺，更是一次高技术兵种协同下的战略斩首，还是美军在2战后高技术条件下强大战略海空投送能力的恐怖展露。在所有人都还在为战局逆转感到震惊时，毛主席的大脑已经跨越了当前的惨状，直接推演到了下一步的实质性行动。东北军区是不是来过一份电报，说后勤部要派部分军事干部入朝实地考察？是有这回事。这件事现在可以做了。未雨绸缪，这是顶级战略家的基本素养。此时派人入朝，意味着统帅部已经开始做最坏的打算，最严密的准备。我个人觉得，真正的定海神针永远不会在危机爆发时唉声叹气，而是立刻去寻找破局的梯子，为战而先谋。这就是毛主席赋予这支军队的不败灵魂。最高统帅部的意志迅速转化为基层部队的行动。一支由精英组成的5人先遣观察组，在绝密状态下完成了集结。首长好，报告首长，38军112师3小5团原侦察连1排长郑瑞向您报告。你们2个来了，我们的任务就有底了。在这场即将到来的国运之战中，这支5人观察组肩负的是整个大军的视觉神经。侦察连排长郑瑞代表的是穿插渗透、虎口拔牙的情报获取能力，而有着185个击毙记录的特等射手陆成风，则是对美军绝对火力优势的一种非对称心理反制。他们不是去参观的，而是作为整个大部队的眼睛去猎杀和丈量的。张部长，东西都放好了，人也都到齐了。好，我们出发吧。先遣小队的秘密渡江，标志着最高决策层已经跨越了要不要打的理论犹豫，彻底切入了怎么打的实操阶段。他们入朝的危险，此刻早已被肩上的责任所取代，只为后续部队有足够的后勤保障。战场上的先机需要鲜血去刺探，而沙盘上的推演，则要求统帅具备洞穿敌方下一步战略轴心的冷酷目光。而主席一眼便看出了朝鲜战场的症结所在。我估计敌人在仁川方面还会增加兵力，其目的在于向东延伸，切断朝鲜南北交通，向38线逼近。面对盟友的急切求援，决策层展现出了极端的战略定力。任何基于情绪的过早暴露，都会葬送来之不易的战略预备队。与此同时，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内，大国博弈的算盘打得噼啪作响。斯大林最关心的是欧洲的战略重心不被转移，以及避免美苏2个超级大国爆发直接的冲突，从而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所以他希望新中国成为那堵挡住烈火的缓冲墙。Если американцы перейдут 38-ю параллель, мы просим их ввести войска для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Мы со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предоставим им воздушную поддержку。斯大林的算盘打得极其精明，直接将远东危机局部化。他试图让新中国化作抵挡美帝兵锋的血肉缓冲墙，以此避免苏美直接军事碰撞。空军支援的许诺固然诱人，但其背后潜藏的冷酷现实是，一旦让美军跨过鸭绿江，我们就必须做好独自抗下全部地面火力的心理准备。这种在冷战铁幕下微妙的地刀与借力，将大国政治的现实主义展现得淋漓尽致。而此时的美方竟试图用联合国这块遮羞布掩盖侵略本质的把戏，最高决策者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其虚伪的面具。这个杜鲁门还耍花招啊！他们将八国提案直接送到了联合国大会，准备由他们控制的大会投票通过。好一个恃强凌弱！我们可以找印度大使潘尼加，让他带话给美国。
不要低估我们中国人民反对美帝霸权的决心。然而，傲慢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完全无视我国发出的厉声警告，甚至在世界媒体面前公然叫嚣 The Chinese don't want to get involved in this war. They're not industrially powerful enough to do so. We'll march across the 38th parallel and push through to the banks of the Yalu River. I'll clean up the entire northern half of the peninsula. 麦克阿瑟的狂妄源于对新中国国力的绝对蔑视，这种排除了我国出兵可能性的军事傲慢，等同于把刺刀直接抵在了我们的咽喉上。他虽然算对了国力的巨大差距，但他唯独算漏了一点，那个刚刚在延安的窑洞里指挥100万大军打败了蒋介石的人民军队，有着怎样不可摧毁的钢铁意志。他的这番大言不惭的狂妄之语，无疑是推动我们出兵援朝的终极催化剂。随着麦克阿瑟的狂飙突进，周总理深夜带来金日成的亲笔求援信，这意味着属于中国的生死时刻已经避无可避。主席，朝鲜的形势危急，金日成首相请求我军直接入朝。1950年10月，一场注定要改写远东乃至世界格局的会议在北京紧急召开。这绝非一次简单的出兵表决，而是一场对新中国生存法则与国运航向的终极灵魂拷问，更是一场压抑到极点的战略抉择。毛主席开场便定下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基调。主席，我谈一点个人意见。朝鲜的战略地位，无论是对国际社会的2大阵营，还是对新中国，都是十分重要的。可是要是出兵嘛，还需要慎重再慎重啊！这位曾指挥100万大军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军事天才，此刻居然收起了自身所有的锋芒，而展现了出乎意料的极度谨慎。他首先在政治上肯定了半岛的地缘价值，以此作为护城河。随后话锋一转，在他那堪比精密机器的头脑中，爱国的热情此刻却没有抵消装甲的厚度。随后他拨开了战争所有意识形态的外衣，直击现代战争最血淋淋的底层逻辑。战争嘛，打的就是国力。我们国家的年工农业产值才500多亿元，而美国的工农业产值是15000亿美元，也就是说，我们生产1年的钢，他们3天就弄出来了。打下去的话，吃不消。没有任何慷慨激昂，只有令人绝望的数据对比。101的悲观绝非怯战，而是一个顶级战术家对现代战争要素的精确剥离。步枪对阵坦克，血肉之躯硬汉凝固汽油弹，悬殊的钢铁产能是一道看似无法逾越的国运天堑，种种因素都让他望而却步。此时主席的思绪并未被情绪裹挟，而是陷入了极度的深思。物质条件的劣势陈述对他而言是毫无价值的怯懦之词，因为客观的强弱悬殊，他早已洞若观火。他想听的是那种能够斩断一切退路的决心，是哪怕直面毁灭也能迎难而上的不屈意志，以及精神终将超越物质的终极信仰。然而在场的多数人依然没能挣脱趋利避害的世俗权衡。美军在军事上的优势，我想大家都清楚，尤其他们有原子弹，万一顶不住，那可是得不偿失啊！为了救朝鲜，打烂一个新中国，不值得。发言者的恐惧是极其清醒的现实主义，为了拯救邻国，将刚刚分到土地、初尝和平的年轻国家重新拖入毁灭的深渊，甚至引来沿海势力的反扑与经济的全面崩盘。这笔账似乎怎么算都与我国不利。面对几乎一面倒的悲观声浪，主席并没有急于驳斥，他掐灭了手中的烟蒂，用极其松弛的幽默打破了僵局。大家要抽烟的，要喝水的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主席这看似漫不经心的话语，瞬间抽离了会场剑拔弩张的压抑感，更藏着求人不如求己的深刻政治隐喻。在面对国力的巨大差距时，他并没有否认这些困难，随后不动声色地收拢了笑容，将话题的锋芒直接指向了全球博弈的深层逻辑。但是大家看一看现在的国际形势，美帝国主义一家独大，一手遮天呢，甚至连联合国都被他操纵了。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一种声音，一切都听美国的，这样下去的结果是什么呀？大家想过没有啊？主席直接点破了背后的真相，对手图谋的是掌控全球话语权，让天下人只能俯首称臣。倘若我们放弃了反击，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我们将被永远挡在核心圈层之外。借此，他把出兵半岛的战术决断升华成了国家如何立足的生存拷问。这么一个强大的敌人，如果控制了整个朝鲜，那我们卧榻之侧每天都会传来
山姆大叔打呼噜的声音，哈哈，大家不觉得难受吗？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美军屯兵鸭绿江边的地缘绞杀战略。咱们一旦妥协，东北重工业基地将永无宁日，新中国将彻底沦为被美国枪口抵着后脑勺的附庸。所以不打这一仗，新中国永远无法专心建设。打了这一仗，就有机会能为子孙后代拼出一个几十年的和平。在主席的宏大视野里，这场仗不仅是保家卫国，更是为了千秋万代。他那浑厚的声音中透出了不容置疑的决绝。为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能有几十年的和平发展的时间，我们应该付出这个代价，应该冒这个险。在这个看似没有胜算的死局里，伟人拒绝了鸵鸟政策，拒绝了向霸权屈服，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但真理的达成需要时间发酵，面对尚未完全统一的共识，主席及时按下了暂停键。美临大事有静气，大家回去慎重考虑一下，咱们改日再议。散会。战将算的是战损比，而主席算的是100年的国运。此次会议虽然暂歇，但那颗破釜沉舟的种子已然种下。历史终将证明，正是这场看似得不偿失、极度冒险的非对称战争，为新中国生生打出了70多年的和平发展空间，彻底粉碎了卧榻之侧的酣睡声。而在即将到来的血火交锋中，既然此时101已心存疑虑，那么究竟谁才是那个既懂大兵团作战，又拥有无畏狂飙之气的志愿军挂帅人选呢？这里是无解千句，咱们下期继续解析抗美援朝前的顶级格局。